读博了。他爸妈回来后看见他的尸体，一夜白头，据说叶苏苏的脸皮都被那黑熊扒了下来。叶苏苏好像还有个妹妹，他妹现在据说患上了抑郁症，自杀了好几次了。该死的黑熊，我要是见到那熊，非得把他熊胆都掏出来。楼上的，你还是自求多福，求那黑熊不要吃你吧。我呼吸愈发的急促，心脏狂跳，后背阵阵发冷。如果这是真实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来自于3天后的未来。就在今晚，会有一只实验室逃出来的黑熊闯入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我刚刚听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的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，几秒后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，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。